3月末的夜风已经没那么锋利了，我靠在沙发一角，把耳机塞好，指尖轻轻点在播放键上。前奏像水汽一样漫过来的时候，心里那点浮躁不知不觉就沉了下去。这次不是哪首就做，而是周深刚发不久的中文主题曲《遗失的日子》。旁边屏幕里还留着挽救计划的购票截图，3天后就要正式上映。说真的，今年3月能让我同时惦记着2件事的，大概也就只有这2样了。一边是瑞恩、高斯林在银幕里孤身驶向深空，一边是周深在耳机里用声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宇宙及孤独，轻轻唱成耳边的一声叹息。挺奇妙的，明明一个是在光年之外和未知较劲，一个只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调整呼吸，可偏偏他们撞在一起的时候，竟让人觉得这世界原本就该是这样安静又辽阔的模样。挽救计划这名字听着就带着一股硬核的科幻底色。安迪·威尔的原著打底，太阳危机、跨文明协作、孤胆航行，元素一个没落下，科幻迷早就把期待值拉满了。可真正让我在预告片段里停下滑动的手指，反复循环那段旋律的，其实是周深的声音。你很难用磅礴或者激昂去概括这首歌，它更像是一封写得很慢的信，寄给那些在浩瀚里短暂迷路的人，也寄给所有在现实里熬过漫长黑夜的普通人。歌词里反复叩问的遗失的日子，听着像是对时间的追忆，可配上他那种带着轻微气声却又不失底色的咬字，反倒成了某种不动声色的陪伴。科幻作品最怕的就是声音抢了画面的风头，或者情绪把逻辑压垮，但这一次他们好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似的，彼此托底，谁也不越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在一部电影的片尾字幕里瞥见周深2个字，心里就会莫名的踏实。好像片方请他唱歌不是在做权衡，而是在走一个早就写好的流程。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这简直就是一张听觉海报，不用点开试听，光看名字就知道这首歌的质感错不了。可我也忍不住在深夜里问过自己，凭什么总是他？尤其是像挽救计划这样题材冷峻、格局宏大的硬科幻，为什么偏偏是他的声音能毫无违和地落进去，还不显得轻佻？答案或许得往回翻，翻到2016年，翻到那首大鱼刚刚冒出头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还不习惯，甚至有点错愕，原来一个男孩子的嗓音可以清透到像是从深海最底下慢慢浮上来的一缕光，没有刻意的高音炫技，也没有用力过猛的情绪堆砌，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唱着，却把一整片海洋的重量都装了进去。很多人说那是国漫音乐的一个拐点，但对更多普通人来说，那只是某个加班回家的地铁上偶然点开的一首歌，却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了反复回味的背景音。从那之后，周深的名字就和 Ost 这3个字紧紧记在了一起。不是因为他只唱 Ost， 而是因为只要故事需要声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他。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是靠着一副仙气飘飘的嗓子走到今天，那大概就误会他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他后来一点点把标签揉碎的过程。和光同尘里，他唱的是烟火人间，是那些在现实里跌撞却依然往前走的普通人。悬崖之上里，声音里多了几分凛冽和克制，像是风雪里站直的背影。再到光亮，又忽然拐进了历史的长河，唱出了岁月流转里的从容与悲悯。你会发现，他早就不是那个只会在云端唱歌的人了。古装剧找他，现代剧找他，连那些需要厚重底色、需要时代回响的主旋律作品，也一次次把话筒递给他。他的声音像水，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就能映出什么样的形状。可水终究是水，底色从未变过。很多人夸他技术好、气息稳、音域宽，这些当然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我觉得周深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他懂得听故事，听角色，听那些藏在台词缝隙里的情绪。一首歌好不好，从来不是看高音能飙到多高，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某个瞬间轻轻碰一下你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他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共情的能力，能把导演的镜头语言、编剧的潜台词，甚至观众没说出口的期待，都翻译成旋律和咬字。你不觉得他在表演深情，你只觉得他在陪伴。这种陪伴感在现在的影视工业里其实挺奢侈的。快节奏的剪辑，高密度的信息轰炸，早就把人的耐心磨得很薄，可他偏偏愿意慢下来，用一首歌的时间陪你把情绪走完。上百首 Ost 合作电影票房加起来早就过了100亿，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上，他的名字常年挂着。数据摆在那里，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数据从来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片方愿意一次次找他，不是因为流量好用，而是因为放心。
放心它的交付质量，放心他对作品的尊重，也放心他能在一首歌的几分钟里，把一部电影的灵魂悄悄缝进去。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听起来像是两条平行线，但在他身上，他们好像自然而然地交汇了。不张扬，不刻意，只是把事情做好，然后时间会给出答案。有时候想想，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年代，还能有人愿意用10年、20年去打磨一种声音的信任感，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体面。夜越来越深了，耳机里的歌已经放到尾奏，余音像水波纹一样慢慢散开。窗外的城市灯火明明灭灭，和天上的星星隔着很远的距离，却又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呼应。3天后，挽救计划就要在全球上映了。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坐在黑暗的影厅里，看着人类在宇宙中跋涉，也会在某个瞬间，听到周深的声音轻轻响起。那一刻，也许我们都会在浩瀚与微小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科幻讲的是远方的星辰，可真正拉住我们的，往往是身边的一点温度。他的歌就是这样，他不试图把你拽进宏大的叙事，而是愿意蹲下来，陪你看看脚下的路，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日子还长，宇宙很大，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迷路的时候，记得自己最初出发的方向。这就够了。